美丽的女人独自一人打造农庄，搭建乘凉的小棚子，为改善农庄里的环境，从山上挖来树木进行种植，圈养家禽，给刚出壳的小家伙们打造豪华的大别墅。新一天的来临，一早小慧就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搭建御厨室的材料。由于昨天鸡窝的小鸡们都开始出壳了，御厨室的搭建迫在眉睫。小慧昨天已经从山下买来了作为墙面的小圆棍，现在只要把御厨室的框架材料修整出来就可以了。小慧把作为立柱的粗木棍外皮削去，减少蛀虫所带来的烦恼。去除完树皮后，在木棍上开凿出搭建连接点时所需的凹槽，让木材与木材之间的交叉点更加的坚固。用野生的钉子固定住每个木材的连接点，先定出一面墙的框架，接着再以相同的方式定出另一面墙的框架，然后把两个框架用横档连接起来，在立柱底下垫上几块水泥砖，防止雨水的冲刷。如此，御厨室的大体框架算是完成了。小慧在买回来的原木棍上把钉子先钉进去一半，方便稍后拿到框架进行装订。把钉有钉子的原木棍固定在御厨室房顶的横梁上，作为屋顶的底基。接着用原木棍开始钉墙面，木棍与木棍之间留有一定的空隙，保持御厨室中的通风效果。当然，空隙也不能太过巨大，让关在里面的小家伙们逃出来。地板也是一样，用相同的方式进行铺垫。等钉完整个御厨室后，在正面的木棍墙上锯出一个方便进出的小门。小慧在农庄内把在家盖房时剩余的棕榈叶拉过来，开始给御厨室铺设屋顶。这么小的一个屋顶铺设起来还是挺快的，小慧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屋顶的建造。在御厨室中的地板上铺上一层防晒布，而后再铺上骨壳，既能保温也能让地面更加的柔软。如此，御厨室算是竣工了。小慧来到孵化棚下，把鸡窝中的小家伙们转移到御厨室中。一旁的鸡窝中又有母鸡在趴窝了。畜牧业的发展相当顺利，小慧把母鸡抱在自己的怀里，接着再把鸡窝中的小家伙们装进簸箕中进行转移，把毛茸茸的小家伙们放进自己新打造的御厨室中，再给他们放好从山下带来的投喂器和喂食壶。当然，上一批出壳的小鸡们也是少不了的，很快就能出御厨室了。眨眼时间来到了第二天，小慧到山上挖掘几棵发财树，运到农庄内进行栽种，以此来改善农庄内的环境。较小的身体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力量，小身板扛着一棵树在陡峭的山路上健步如飞，把挖掘的树捆绑起枝头放在路边，之后用手推车把4棵树运回农庄。小慧选择好位置，用铁锹挖出要栽树的坑洞，接着把挖掘回来的树给种植下去。目前还看不出这几棵是什么树，答案要在以后才能揭晓。当然，有认识的老铁也可以在评论区解答出来科普一下。小慧把树枝上绑的绳子割断，让树枝完全扩展开来，给它们浇上生命的源泉，茁壮成长。没有任何的时间休息，小慧投入到了下一个项目中，把木材搬到屋前的空地上，接着把木材表面的树皮全都剥离，为下一步的搭建工作做准备。在水流永动机附近挖掘出4个立柱的桩洞，小慧要在这搭建出一个凉亭，用于日常休息吃饭的位置。挖完桩洞，把4根作为立柱的木材放入桩洞中，把挖出来的泥土回填到桩洞中，用木棍用力的夯实，而后借助水泥砖把几根横梁用野生的钉子钉起来。由于身高的问题，先制作一个爬梯，方便接下来的工作。先把几根主梁用10厘米的长钉给固定起来，足够的坚固度才能撑起整个屋顶的重量。在一个粗大的竹筒上削出4个缺口作为屋顶底基的定位器，把底基木材用钉子固定在横梁上。2小时持续不停的疯狂输出下，小慧完成了屋顶底基的拼接固定，开始了凉亭的铺设工作。还是用剩余的棕榈叶进行铺设。铺顶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难，但所需的时间属实是不少。给大伙看一眼毛茸茸的小家伙。瞬间，小慧的铺顶工作也接近了尾声，把垂下来的棕榈叶给修饰平整。而此时的天色也逐渐的暗了下来。用粗木棍敲打着泥土，硬化乘凉小亭的地面，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从集市中置办一套全新的竹子桌椅，摆放在凉亭中供自己日常使用。辛苦忙碌了这些天，蒸煮了一只大公鸡犒劳自己。新的一天开始，由于昨天只是搭建好了凉亭上面棚子的部分，今天小慧将要把凉亭的地面位置修整出来，在4根立柱旁用锄头挖出条浅沟，用来砌一圈水泥台阶。如此下雨天在亭子内也能保持干燥，算是干湿分离。只是它不在浴室内，而是在户外。推着独轮车到鱼塘旁，把所剩不多的沙子运输到农庄内，准备着浇筑工作。2车沙子的量已然足够把水泥砖围着凉亭砌上一圈了。半袋水泥2独轮车的沙子比例进行混合。因为先前有搭建蓄水池的经验，小慧对此项工作也是轻车熟路。当水泥与沙子完全混合后，小慧把沙浆铲进自己挖好的浅沟中，接着用铁铲把浅沟中的沙浆均匀抹平，作为打底层。不仅能找平地面，也将大大增加整体的粘合效果。用2根木棍拉上一条砌墙线，确保砌水泥砖时的垂直度。把放在角落多余的水泥砖拉过来，正式开始浇筑的工作。将水泥砖沿着砌墙线一字平铺开来，砖块与砖块之间保留均匀的空隙，填充水泥，能让砖的3个面充分粘合。
防止热胀冷缩所造成的砖块破裂或是翘起。因为这次只是砌得比平地高上一个小台阶，所以一块水泥砖的高度已经足够。当然浇筑水泥地将有更好的效果，但是所剩的材料已经不允许小慧进行整块地面浇筑的量了。在亭子的周围砌上一圈水泥砖后，小慧把挖浅沟所堆的泥土全部铲进凉亭中，抬高地面，把填充到亭子里面的泥土用锄头均匀地爬平，而后拿出上次用来硬化鱼塘墙面的大木棍，给地面来个结结实实的大闷棍，把松软的泥土敲打结实。在经过半小时的疯狂输出后，原本松软的泥土已经被小慧敲打得梆梆硬，也非常的平整。关上居住和厨房的房门，小慧要到山下置办一套桌椅。一个传送小慧来到了街上的商店，在老板的帮助下，把小慧挑选的桌椅打包好，绑上2根绳子，方便小慧背回农庄。而此次购买的桌椅也比较小巧。付完钱给老板后，小慧背上刚买的桌椅返回农庄。还好这套桌椅都是用竹子做的，比较轻，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也没那么吃力。回来把座椅摆放在凉亭下。这套家具虽然看上去小巧，但整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摆上茶具，约上3、5好友喝茶聊聊天也是非常惬意的。当然小慧以后也能坐在这里吃饭了，不用再把菜放在地上的簸箕上了。倒上一杯茶，先坐着休息一会儿，撸一撸2只狗子，放松一下。这几天一直忙着农庄内的建设，没停下来过。等休息完，小慧到鸡笼中抓了一只大公鸡。对于这几天辛苦的劳作，也是时候好好的犒劳自己了。把特制蒸锅加满水放在火上烧，水开后把公鸡那光鲜亮丽的羽毛给拔去，而后放进专用的竹篓蒸屉中进行蒸煮。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为朴素的烹饪方式进行制作，就能制作出原汁原味的美食。在经过不到1小时的蒸煮后，热气腾腾、飘香四溢的蒸全鸡就做好了。小慧也开始大快朵颐起来，当然2只等在一旁的狗子也可以大饱口福了。调皮的鸭子跑到山上生下了自己的鸭蛋，打算偷偷摸摸孵化，却被逮个正着。小慧为其搭建一个简易的小棚继续孵化。自己种植的蔬菜又到了收割的时候了，背着收集的蔬菜到集市中进行贩卖。新的一天来临，勤劳的小蜜蜂已经开始了自己的采蜜工作。小慧也背着竹篓前往自家的农田中开始今天的劳作。到了地方，小慧先给地里的蔬菜除草，如果过多的杂草从土壤中吸取养分，将会影响自己辛苦种植而来的蔬菜付之东流。清理掉了一些较大的杂草后，小慧开始收割今天要对外出售的蔬菜。鲜嫩的西兰花已然到了可以收割的时间，小慧挑选了一些个头较大的进行采收。而西兰花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其含有一种化学物来氟硫烷，能够启动血管内的一种保护性蛋白质，形成自身的防卫系统，从而避免血管阻塞，轻化血管，增强肝脏解毒能力等功效。所以老铁们也要多吃蔬菜，增强自己的体魄。小慧把西兰花根茎底部的叶子给掰掉，这样看上去更加的清爽，也方便到时候的出售。而接下来小慧开始收取大头菜，俗称撇兰，当然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叫法，老铁们也不必这么较真。其实叫大头菜也非常符合它的形象，而叫撇兰还不一定听得懂。一样的把已经变老发黄的叶子给掰去，修饰一下蔬菜的外表，背着满满的一竹篓蔬菜返回农庄。在下山贩卖蔬菜之前，小慧要整理一下个人仪表，清洗一下，换一套衣服。作为农庄的女主人，必须漂漂亮亮的出门。关上2间房的房门，准备出门下山做生意。转眼小慧来到了山下的街上，在一家专卖手机的店铺门口铺设起了自己的摊位。而这绿底的广告牌，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的哪个品牌了吧？当小慧还在把蔬菜拿出来的时候，周围商铺的老板都围了上来，开始挑选小慧背来的蔬菜。虽然此时街上的人还不是很多，但靠着附近商户的购买力也消化了一大半。当一群学生放假后，街上的人群就逐渐多了起来。很快小慧带来的东西都被一扫而空了。收拾完东西后，饥肠辘辘的小慧来到一家面馆补充能量，要了一碗鸡杂面，开始大快朵颐，省去了回家做饭的时间。等吃完东西后，一个闪现把小慧送回到了农庄，换上早上干活的衣服，背上锄头，又将开始接下来的劳作。来到农庄附近自己清理出来且烧过草木灰的空地上，用锄头刨挖出一个个浅坑。如此大的一块空地，能让小慧种植下好几种植物。刨完坑后，小慧第一种种的植物应该是南瓜或是冬瓜，有老铁能看得出来吗？评论区见答案。而这第2种是豇豆的种子。由于场地够大的缘故，小慧种植的距离相对来说也比较远。当然这最后一种种子肯定是此前大批量种植过的黄瓜。说来也奇怪，为什么他们这么喜欢种黄瓜呢？有老铁知道吗？播撒完种子后，小慧到鸡笼上拿出一个赛家自制的鸡窝，到山上去给鸭子搭建孵化室。自己觉得万无一失的鸭子，却不知道小慧已经关注它很久了。正在孵蛋的鸭子见到小慧的到来，也是十分的慌张，用上了它那张扁平的尖嘴啄人。可这哪能敌得过小慧？
小慧把地上鸭蛋全都捡进自己带来的鸡窝中，而后用锄头在原先的位置上挖掘出一个浅坑，用石头铺底，把鸡窝放在石头上，隔开与地面的直接接触。接着在鸡窝顶上铺盖上2片棕榈叶，既能防雨，也可以阻挡太阳那炽热的阳光。忙完了这些，一天的时间也接近了尾声。引进黑皮猪，扩大农庄中的畜牧业，在猪圈中抛洒白色的石灰杀菌消毒，让野猪们有一个更好的生长环境。把育雏室中的小鸡放入鸡群中，熟悉大家庭抢食的生活。胆子大的小孩哥爬上橘子树帮忙摘橘子。随着石磨声音的响起，又迎来了新的一天。自从有了小鸡们的存在，小慧每天的首要工作就是用石磨把玉米粒碾碎好来喂养它们。当然鸽子们也是要小颗粒的食物。小慧把碾碎的食物投放到育雏室的喂食器中，而在另一边，育雏室中的小鸡已然到了可以进行散养的阶段，把它们都抓紧背篓中，准备加入鸡群的大家庭中。随着小慧的到来，鸡鸭们全都围了上来，直接的把玉米碎渣抛投在地面上，供带翅膀的家禽们自行食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批孵化出来的小鸡们身上的羽毛已然快要长成出具成年鸡的样貌。小慧把怀里的母鸡和竹篓中的小鸡放出来，让它们完全的融入这个大家庭。小鸡仔们都围绕着母鸡妈妈开始进食。给鸡鸭们喂完食物后，小慧背着竹篓沿着崎岖的山路到果园里采摘橘子。由于没有进行定期的护理，橘子树旁的杂草也已经长有半人高了。小慧也是提前的开始采摘起来。而另一边，一辆摩托车也正朝着这里赶来。摩托车看着虽然破旧，但是动力却非常的充足，爬个山路还是非常省力的。然而却要靠双腿来保持平衡，这技术有待提高啊。而两人才是橘子园的真正主人。小慧也是从他们家案底价买入，再背到集市进行出售，赚个差价，也可以说是辛苦费。两人的到来加快了采摘速度，3个大人和1个小孩都开始忙碌了起来。很快4人就摘满2个背篓的橘子，完成了工作。4人适当的坐下来休息会儿，吃上一个自己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橘子，解解渴，满满的成就感。等吃完橘子，小慧拿钱给老乡。由于关系处得不错，两人来了波极限拉扯，最终还是要小孩哥来承受这大人的人情世故，默默的收下了钱财。小慧背着满满1篓橘子返回，打算明天一早上集市进行贩卖。时间来到了第2天，小慧背着昨天采摘的1篓橘子去往集市贩卖。今天市场的人格外多，刚放下橘子的摊位就围满了人挑选。因为价格便宜，味道鲜甜，所以才会这么的畅销，致使在外围的人都挤不进去。没用多少功夫，摊位上的橘子就所剩不多了。小慧留了几个橘子带回去，来到卖挎包的摊位，给自己挑选一个漂亮的小包装钱。由于穿着裙子没有口袋存放钱物，买一个腰包还是非常紧要的。而后小慧又来到专卖猪仔的摊位，挑选家养小猪。2只关在铁丝笼中的黑猪成了选购的目标。经过短时间的讨价还价，最终小慧以120万越南盾的价格买下了2只小家伙。当然以现在农庄的规模，2只小家伙还远远不够，等下次有同样的小黑猪了，还要买上几只。打包完，背着2只小家伙返回农庄。回来后把刚到的2只小家伙单独关在猪舍中，熟悉新的环境。而后把西兰花的老菜叶切成小块，开始准备野猪们要吃的食物。切完放进铁锅中进行蒸煮，等到水开后，把自己磨的玉米渣倒入铁锅中继续蒸煮。等待猪食煮好的空余时间中，小慧把猪圈中的野猪们都关进了猪舍中，然后把生石灰抛洒在猪圈中的各个角落进行杀菌消毒工作。对口蹄疫、猪瘟、流行性腹泻等非常有效。等撒完石灰后，小慧把野猪全都放出来，然后投喂上已经冷却好的食物。随着小猪们的逐渐长大，小慧还要选择一些进行出售，毕竟良好的基因才能培育出更好的下一代，也是发家致富壮大猪群必不可少的阶段。给2只刚来的小黑猪也喂上食物，而这2只货要比野猪能吃，也要长得更快。原本小野猪们的住处完美的继承给了这批刚到农庄的黑皮猪，如今猪群的数量逐渐到了饱和的状态。而这越南大型贩卖牲畜的现场，你又是否见过？新一天的来临，一早小慧关上房门，背上竹篓，要到山下的集市购买黑皮猪。由于前几天只买了2头回来，还不足以自己喂养的目标，所以今天还要下山再去买个几头。而今天也刚好是贩卖牲畜的是日，吵闹的市场中人头济济，非常的热闹，当地人都在里面挑选着自己想要的动物。而这种集市也只有1个月才举行一次，都是贩卖一些常见的牲畜。不多时，小慧也从山上来到市场，而此次前来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猪。先是观察了一下刚进入路口的常见白色家猪，询问了下价格。当然小慧这次购买的还是黑皮猪。小慧来到路边真正摆着黑猪的摊位前，仔细地观察起小猪的状态。
也是发挥自己优势的时候到了，跟年轻的小老板砍起了价格。一看这年轻小伙肯定是抵不住小慧的糖衣炮弹，而最终以50万越南盾一只的价格卖给了小慧。好一把屠龙刀砍的小伙迷糊了，上次买的小黑猪是以60万越南盾一只买的。年轻人始终是架不住美色的诱惑，等把所有的小黑猪装进背篓中后，小慧开心地背着它们返回农庄，而这5只小黑猪的重量也属实不轻。回来后，小慧在猪舍中铺上一层稻谷壳，让猪舍中的地板保持干燥，接着把关在竹笼中的小家伙们放出来。有了这5只小黑猪的加入，也让小慧的喂食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想要做大做强，跟自己的付出也是挂钩的。刚来到新环境的小家伙们也非常的慌乱，在猪舍中四处的乱窜，不让小慧靠近。当然等多喂几次食物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了。在火上架起大铁锅烧水，准备给猪群们制作食物。在等待水开时间里，小慧来到自己种的红薯地中除草。红薯的长势也非常的不错，原本只是一根藤，现在都长出了翠绿的叶子。时常的打理在这田地中的杂草也不是很多，到农庄对面的斜坡上采摘一些猪爱吃的嫩叶给它们加餐，而在这嫩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养分，可提供野猪们的生长。采摘完后，把叶子切成小块，可供野猪们快速的吸收其中的养分。猪数量的增加，相对食材也要用得更多。小慧再切上些包心菜混合在一起冲熟，等切完食材后，把切好的东西全部倒进大铁锅中开煮，接着把磨好的玉米粉倒入纯天然的山泉水中进行均匀的混合，然后一股脑的全部倒入火上的大铁锅中，用一根木棍把食材均匀的搅拌开，盖上锅盖等待食物煮熟。此时的农庄内也是生机勃勃，2只半大的公鸡正在决斗，而野猪们也等待着小慧的食物。鸭子、小鸡和鸽子们都低着头忙着进食。等食物煮熟，小慧用山泉水进行对食物的稀释和冷却，而后就到了每天野猪们最爱的喂食环节。现在2个猪食草已经不够野猪们进食了，而明天小慧也将挑选几头小野猪到集市中进行出售，主要也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头公猪生的，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而做准备。小慧来到猪舍中，给刚到农庄的小家伙也喂上食物。这7只货吃起东西来是真的快，因为品种的不同，所以生长的速度也不同。等喂完了野猪后，小慧在鱼塘边的斜坡处收割一些象草来喂鱼。现在鱼塘的水已经到了应有的水位，把收割的象草抛投到鱼塘中。忙碌的一天也接近了尾声。如此多小家伙整齐划一哼哧进食的场面，看着十分的解压。随着小野猪们逐渐长大，到了可以对外出售的时候，挑选了3只小野猪到集市进行贩卖，增加自己的收入。新一天的来临，小慧一大早就从农庄附近的芭蕉林中砍了不少芭蕉树芯背回来，充足的数量已经能够让猪群吃上好几天了。提前的准备可以更好的调动自己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以防太晚了找不到合适的食物来喂养自家的猪群。作为一个优秀的铲屎官，每天清理猪圈的工作必不可少。地上都是些野猪吃剩下的芭蕉叶液晶和它们的排泄物，把所有的液晶铲到一块后扔到铁丝围栏外，然后把排泄物铲到猪圈的一角，清理场地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背着竹篓给猪群准备今天的食物。斜坡上荒废已久的芋头叶晶是此次小慧收割的目标。芋头叶晶可以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猪食，其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这些成分对猪的生长和健康都有很好的帮助。一起跟来的小黑围在小慧旁边不停地捣乱。等收割了足够芋头叶晶后，小慧背着满满一竹篓的东西返回农庄。回来后，小慧马不停蹄地开始制作喂猪的食物，因为今天还要下山贩卖自己一手养大的小野猪，要抓紧时间完成当下的工作。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小野猪的价格，一会儿揭晓答案哦。经过1小时的蒸煮后，小慧把已经冷却的食物倒在猪食槽中供野猪们食用，把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先安排好，还有非常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完成。首先要在这群小野猪中挑选3只拉到集市中进行出售。上次也说过，防止近亲繁殖也为了野猪们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小慧要适当的卖掉一部分小野猪。喂完猪圈中的野猪，给棚子中的一群小家伙也喂上食物。这群货普遍的个头比较小，跟大猪混养在一起容易吃不到食物，关在棚子中分开养一段时间。而他们也是农庄以后的新兴力量，做大做强也需要他们出一份力。喂完食物后，小慧利用竹笼把抓住的3只小野猪关在笼子中，2大1小的选择，准备下山带着它们去找以后的新主人。换上一身漂亮的裙子，背着3只小家伙向着山下的集市行去。来到原先自己买黑毛猪的位置摆摊出售，放下小野猪后，过来围观的人倒是挺多的，但真正要买的人却没有。空闲下来的小慧也跟一旁的老太太聊起了天，毕竟要购买这些小家伙可不便宜，要遇到真正需要的顾客。在等待了半个小时后，摊位上来了一个戴着口罩的老嫂子，选中了3只里面最小的那只，小慧以120万越南盾的价格卖给了她。
老铁们觉得以我国的行情是卖贵了还是便宜了呢？评论区留言。剩下的2只大的，小慧的定价是150万越南盾一只。在漫长等待的时间里，相继来了2个顾客，把剩余的2只小家伙都买走了。此次下山带来的小野猪总共卖了420万越南盾。来个数学优等生算一下，折合RMB是多少钱呢？卖完小猪后，饥肠辘辘的小慧下馆子点了一碗面，开始大快朵颐，省下回家做饭的时间，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等回到农庄后，小慧前几天自己用小塑料培育的茄子苗已经发出碧绿的嫩芽，已经到了可以栽种的时候了。用竹篓把它们装起来，转移到自己开垦出来的田地中，把外面的塑料袋剥去，里面的根系已经非常的发达。接着直接的把秧苗放入挖好的土坑中，再稍微的回填一些松土就可以了。而秧苗与秧苗之间要留有一定的空隙，这样才能保证它们能很好的吸取土壤中的养分。等把所有的秧苗种下后，小慧在水沟旁把水壶的水装满，给刚种下的秧苗浇上生命的源泉，有了充足的水分才能让植物快速的生长。而后顺带给农庄内的各种蔬菜也浇水。2只母鸡在同一天的时间里各自孵化出了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为农庄内的畜牧业添砖加瓦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农田里自己种植的各种蔬菜也迎来了丰收的时间，辛苦的背到集市中进行贩卖，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农庄内养殖业的发展一日千里，鸡群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数量翻了好几倍。这也得益于几只母鸡任劳任怨地趴在鸡窝中孵蛋，才让鸡群有了现在如此大的变化。然而今天又迎来了2窝小鸡的降生，白中带点黑的母鸡是农庄内最好看的一只。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了，在母鸡所生的小鸡之中，会有像它那么漂亮的羽毛吗？有知道的老铁吗？评论区探讨探讨。其实这纯黑色的小鸡长得也非常的好看，如果这些小家伙长不大，一直这么可爱，拿来当宠物养还是非常不错。小编高低也要整上几只养养。小慧把第1窝的小家伙放进育雏室中，让它们在里面快乐的成长，等大了些以后再进行散养。天空不作美，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小慧来到鸡笼，把顶棚上第2窝的小鸡拿下来，而这窝小鸡的数量也不少。小慧把小家伙们全部的抓进簸箕中，然后把它们关在另一个育雏室中。有了这批小鸡的加入，农庄内的鸡群大概有100来只的数量了，离做大做强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小鸡们都学着母鸡妈妈的样子，开始吃起了小慧送来的食物，期待它们快速的成长起来。等雨停后，小慧背着竹篓来到农田中采摘今天将要出售的蔬菜，满地的南瓜任君挑选。小慧也选择了一些外貌较好的南瓜进行采摘，而南瓜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可以健脾、预防胃炎、防治夜盲症、护肝，使皮肤变得细嫩，并有中和致癌物质的作用。老铁们也可以常吃些南瓜增强体质。摘完南瓜后，小慧又采摘了一些包心菜作为出售的商品，虽然不值几个钱，但比起拿去喂猪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要好一点的。摘完了满满1背篓的东西，小慧又来到了番茄架，采摘一些刚成熟的西红柿，毕竟新上市的蔬菜应该能好卖一些，但这些寻常的蔬菜也不值多少钱，要靠数量来凑。农庄内的主要收入还是要靠自己养殖的牲畜，然而这些种植的农作物如果卖不完的话，还可以当做动物们的食物，其实一点都不浪费，保持着很好的平衡。采集了一簸箕番茄后，小慧爬山涉水的返回农庄。回到家后，又在自己种植的地里采摘了些成熟的茄子，致使今天贩卖食材的数量加多了不少。摘完后，小慧简单的清洗一下茄子外表上的泥土和脏东西。等做完这些后，背上准备好的蔬菜往山下集市的方向行去。来到街上，小慧选在了一家服装店门口摆设了自己的摊位，把所有带来的东西整齐的摆放在簸箕和编织袋上。而第一波最先来的肯定是附近的一些商铺老板娘，因为食材新鲜又便宜，所以一般都会买上一些。而接下来陆陆续续的也来了几波顾客，然而总体下来，今天卖的蔬菜并没有像以前那么快，可能是小慧选择的地方不对。最终小慧把没卖完的蔬菜装进背篓中，收拾完东西打道回府。等回到农庄后，给猪圈的野猪们投喂上些食物，不时的给猪群喂上些小点心补充营养，如此它们就能快速且健康的生长。